七脚一滑，仰倒在木桥上。桥下洪水滔滔，3根松木拼成的桥只有1尺来宽。那一年，我们的命也像这座桥一样窄。医生不准当，缝纫机没收了，诊所、缝衣店都开不成，妻只能用手工去农民家缝缝补补，有的给点工资，有的给点粮食和油盐。我做肩挑生意，体力实在支持不了，有时能挣到生活费，有时菜卖不掉烂了，还得赔本，别无他路，只得去搞农业。土地改革后，我关在牢里，加以扫地出门，妻和幼小儿女被分到一个叫山羊凹的破旧房子里住，四周没有邻居，哭喊无人听见。有一天下午，村里的民兵中队长向妻打招呼，今晚不要拴门，我会来这里看水。妻知其存心不良，天黑即将门拴上，并用木梯一头顶着墙，一头顶住门。深夜，这位翻身的中队长来了，不断地敲门，说是要着火抽烟。妻警告说，夜晚我不会开门，你若再敲，我明天会去报告农会和工作组。这歪门邪道的翻身中队长被正气赶跑了，妻估计他以后会节外生枝，进行报复。第二天清早，背着诱饵向农会和工作组将昨晚的经过详情做了报告，并在群众中公开了这件事，请求农会调回村里住。村里安排暂时住在一间带有小厨房的屋子里。这套房子原是农会分给一个叫花子的，叫花子有神经病，不愿住。他说庙里住比这要好，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。自留地都分在村里附近，但水田却分在另一个村，相距5华里，无法去耕种。1954年春，决定以种田为主，种杂粮、种菜为副。在邻村租了2间房子，全部家当，只有补丁加补丁的破旧衣裤、炊具、床板和几条摇摇晃晃的凳子，2条旧棉絮，其中1条已是破成小块，用线连缀。破旧草席，2人1天搬完了。农具只有1把锄头，1把小镰瓜，其他再无所有。想起那年坐牢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何宇春，他有2个儿子在外工作，每月都寄钱给父母，他本人为人慷慨。我到他家一开口，他满口答应借给我20元，买了犁、搭耙、柴刀、斧子等就完了。至于耕牛和铁耙等，没处借钱买。我共分有7亩水田，全都是梯田，4处分散，从驻地到田里，从远处回到那处田，都有1至2华里。有的田小的像蓑衣斗笠，田中还有大石头，犁田、坝田、整田看水都费事多，费劲大。家无颗粒存粮，妻每天背着儿子出门替人家做衣服，有雇主给点粮食做工资，解决我的吃饭问题。我没有种过田，耕田的经验和技术，做农活前先要请教老农。去田里干活，比农民们去得早，归家迟，以勤捕捉，不断地去摸索经验。住处挨着村委会，送通知、挑木炭、搞清洁卫生等义务工特别多。徒手送通知，我就带镰刀割草归来，喂牛和电猪栏。一天，我们记起老家种的雪豆要采摘了，我背着儿子和妻回到了老家。中午煮雪豆当饭吃，突然乌云四布，大雨倾盆，越下越大，小河的水涨得最快。
我们担心木桥会冲垮，无处安休。妻挑着雪豆，我背着孩子，冒着雨走。桥下洪水滔滔，木桥摇摇欲坠。妻脚一滑，仰倒在布桥上。3根松木拼合的桥，桥幅只有尺来宽，稍一倾斜，即坠入河中，随洪即下就完了。我的心砰砰地跳，像要脱口而出，全身都紧张地发抖，无法控制。我将孩子放在河岸，即去搀扶，妻已坐起，真是苍天佑我。我想妻如掉落河里，我会跳水抢救，波涛汹涌，起伏浮沉，河旁岩石参错。我虽会游泳，也可能同归于尽。3岁多的孩子会跳进水里找爹妈，还是倒在桥头哭泣，简直不堪设想。但妻起来后却毫不在意地说：“嗨，嗨！”竹鸡雪豆冲跑了。人穷到极端的时候，会将物质看得比生命更宝贵。兄嫂和亲友都怕受株连，比疏者更疏，比旁人更旁。处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必须有自知之明。人穷志不穷，坚持讨饭，不怜亲。没牛没爸，没向任何亲友谈过，只是心里纳闷。有个叫何五金的老贫农，听说我来到邻村种田，特地来看我。3年前我开诊所时，治好了他多年的痼疾。他很关心地问我，有牛有爸吗？我说，不仅是没有没爬，犁耙功夫也没做过。他慷慨地说，牛耙都用我的，我亲自来教你几天。在他的全力帮助下，插下了秧。田地很稀散，看水是个大难题。白天不敢和贫下中农争水，只靠夜深人静的时刻，一处田一处田都得走遍。天旱时还需反复的走。夜晚看水，白天还得挨骂。骂的不仅是水的问题，牵涉到历史成分。什么地主宰呀，反革命呀，现在还想欺负人民，站在人民头上呀。我只有一条办法，就是挨骂不还口，也不生气，让他们骂个不休。整天在田里中耕除草，追肥治虫，整补漏洞，铲割田成，绝比老农做的还要精，还要细。为了养育儿女，为了自己要活下去，不管雨淋日晒，满身污泥汗水，总是清晨上地，日落归家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过去对这首诗是吟咏，是欣赏，现在身临其境，领会更为深刻。眼见用自己的汗水培育的健壮禾苗，金黄色的稻穗，垂着饱满的谷粒，随风轻轻地摇拽着，形成阵阵的稻浪。我这渴望吃得饱的心是多么温暖啊！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农，见了我耕作的田说，从未见过这些田，有这样好的稻子。他以带迷信的口气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。谷子黄了，我没有和贫下中农换工的资格。我和妻边割边打，各尽所能，将谷子一担一担地往家送。除了交公粮，还借粮留谷种，还有2000市斤做口粮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。有了粮食，鸡也下蛋了，猪也长肥了，我们的脸也舒展了。家乡人都知道我在劳改队学会了烧木炭。高坪村来了个黄老头，邀我合伙烧木炭，卖给窑岗钨矿公司，已定好合同。山场也和村委会定了约。我答应秋收后种好油菜和3角菱就去。可是乡里的公安质保员规定我5天要向他汇报一次。
质保员住在高山上，距我家5华里，不管风霜雨雪、严冬酷暑，都要按期履行，不准借故拖延。我家距炭窑12华里，汇报的前一天下午收工后，用手电筒照明，路上时有毒蛇，有时也能碰上老虎，还要经过传说晚上有谁鬼结合的冷水坑。这段路东是陡岩，岩石缝里长有常青树，枝叶覆盖路上。路西是小河的深潭，潭中有大石矗立，路旁的石板上早晨有块撞水印，相传是水鬼做了的屁股印。我每次回家都会带一根木棍防身。有一次我经过这阴沉的水鬼坑时，忽听得河里叮咚叮咚的声音，我立即站住，用手电筒射向河里河边，路上路下没见什么。我强制自己沉着气，紧握着木棍，站了一会，怕虚胆，漫步走回家中，边走边想，可能是蛤蟆在石头上乘凉，见了光跳水逃泄。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穷光蛋，鬼见了也会怕。到了家里，将这事告诉了妻说，我也有一次黑早带着儿子去对荷花园村给农家做缝衣活，经过山坡的小道，一只老虎忽然从前面横跳过去，吓得我拉着小孩往回跑，心跳得像打铁的声音，又快又响。好在老虎没追来，绕道才到雇主家中。雇主妇说，今天你来得晚些，饭菜也凉了。期告已经过，雇主父系转为同情，关心地问，孩子吓坏了没？第二天天没亮吃饭，我带着米菜，打着手电筒上山向质保员汇报。质保员是长工出生，谁也不敢惹他，再快不敢向炭窑出工。为了想多出炭多挣钱，中午也不休息，吃完午饭喝一杯茶，就带着斧子柴刀上山。黄老头虽年已60开外，总是自夸砍树技术高。他在我左上方砍，我在他右下方砍。我向他打招呼，树快倒时要停斧，让我好走开。黄老头自是本领高强，说，我叫他倒向哪里，就会倒向哪里，放心，不会倒在你那里。谁知话刚说完，树倒地往下一翻，树枝打在我的颅顶，当即昏迷20多分钟才苏醒。我用指头摸了摸，血流不多，但头顶骨有约1公分直径的凹陷，显然小块头顶骨下沉了。回到敞篷，撒了点黄胺粉，仅有轻微的头昏，又休息了30分钟。为了谋生，又继续上山砍树。以后用手指能摸到浅浅的凹陷，但没有其他的后遗症。难道卑贱人也有神的照应吗？1954年10月4日，妻生了一个女孩。她向我提议，生活这样苦，儿女跟着我们受苦受难，不如趁早丢下河里。我说，已经生下来，自己的骨肉怎能忍心去丢？不管怎样苦，我们也要养活它。我给它命名为白云，希望它长大后像白云一样，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来去。7孕期营养就很缺乏，临盆又丧失这么多血，接着就要喂奶，没有营养补充，身体是无法恢复的。借贷困难，只有将一个熨斗卖了5元钱，再从妹家借了15元，到黄草集里买了板栗，加工成糖炒栗子，去钨矿区卖。挑到菜集市场，工人家属围满了，尝的尝，选的选，有的给了钱，有的抓一手就走了，乱成一团糟。卖完回来清账，还赔了鸡脚钱。次日，我先在家用纸包成2角钱一包，再挑去卖。刚放下篮子，一个工人说：“
2角一包太贵，你昨天卖的便宜，今天就涨价。拖着我上派出所。去吧，到哪里都可以，少于2角不卖。他见我这穿补丁衣服的乡巴佬硬起来了，丢了2毛钱，拿着一包走了。栗子很快就卖完了，回家数钱，挣了5元多，买了给妻坐月的鸡蛋。妻要我仍去炭窑出工，说她自己能做饭。我每天挑好用水，早去晚归，虽然很累，回家见了妻子和儿女，享受人生最难得到的相依为命的温暖。1955年的春节又来临了，村里都敲锣打鼓，放鞭炮，舞狮子，耍龙灯，探亲访友，拜年贺年，热热闹闹。像我这戴着4类分子帽子的人，如新年初1出行，第一个就碰上了我，他们会认为不吉利。亲友也怕我去拜年贺年，一则和4类分子往来很不光彩，还可能要受批评；二则地主分子已是穷光蛋，拜年礼物也不会多。妻有个叔叔，本身也化成富农，他自己只有一个女儿，儿子是他哥哥的最小儿子过继给他的。我发动他参军，当了干部，很是得意洋洋。他因事来到我们村里，村民告诉他：“你不去看看你侄女婿，他们已来到了这里种田，等5年10年后再认亲戚吧。”有个老人告诉我，我说：“不来也好，我不是过去，没有什么可给他的。”我初1在家里和妻儿说说笑笑，初2我就上炭窑出工，呼吸青山里的新鲜空气，听树上的鸟儿歌声，清溪里的潺潺流水声，大自然奏的音乐比人吹的拉弹的敲得更优雅动听。大自然最无私，对任何人都平等地给予好看的好听的。正月底，我们散伙回家搞农活，近3个月的忘我劳动，每人分得100多元，偿清了借款，添置了一些家具农具，计划今年秋收后再去烧木炭。妻在家养猪喂鸡，孵小鸡，做针线活，都是能手。估计今年生活水平将提高到温饱线上，我梦寐以求地盼望着。我每天除吃饭回家，整日都在田里干活，农忙时中餐也在田里吃。妻有一点时间也同去干农活，他晚上还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要缝一条便裤，挣3角钱。喂有10只母鸡下蛋，卖蛋卖小鸡，精打细算，零花钱也就不缺了。田里的禾苗经过精耕细作，合理分期施肥，一天天壮秀挺拔。接着抽穗杨花，饱满的谷粒坨坨的穗秆弯弯地藏在荷叶下，使我这半路出家的外行农民饥寒交迫了近5年的落寞汉，心里也换来了欢乐。我将每穗多少粒，每兜多少穗，每亩多少兜，计算亩产收入，知道比去年要增产。一尺木桥，这是一条窄小的木桥，但那一夜，它承载了余生前辈一家的生死，也承载了余生前辈一家对生活的坚持。人穷志不穷，苦难中我们学会坚强，亲情让我们不放弃，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。雨水冲刷不了信念，洪水淹不没希望。下一集我将带你看到更多风雨年头里平凡而伟大的瞬间。